上回说到，湘北与林南联系赛结束了，最后仙道扭转战局，以1分之差险胜湘北。樱木在比赛中表现惊人，天高教练和仙道将他视为陵南今后的劲敌。虽然比赛结果很难让人接受，不过樱木也在这次比赛中得到了成长，有了新的目标和斗志。生活重归平静，樱木像以往一样走在上学的路上。陆羽、高公望三人，樱木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顿铁头攻击。三人很委屈，我明明什么也没说，只不过是想安慰一下你而已。樱木头也不回，你们摆明了是想消遣我，就这还想骗我？来到校门口，樱木又遇见了前来挖墙脚的青田。青田上来就问，听说你昨天输了，现在对篮球更加深恶痛绝了吧？快来柔道队。青田话没说完，樱木就一个头锤将他放倒，最后骑着自行车直接从青田身上碾过去，来了一个补刀。青田愤愤不平，樱木，你越是反抗，我越是兴奋，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因为头一天比赛输球，樱木的心情十分不爽，看谁都想来一头锤。如果谁提到了昨天的比赛，那一定是必死无疑了。能镇得住樱木的只有晴子。晴子安慰樱木说，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为了让樱木重拾信心，晴子提出来与樱木一起去买篮球鞋。鞋店里，晴子帮忙樱木挑选篮球鞋款式，樱木四体横流，这分明就是约会嘛。晴子挑好了一双鞋，老板询问了尺码后，将新鞋拿出来，还得意洋洋的炫耀，我也是穿28码，一点不输年轻人哦。请记住老板这一句炫耀。樱木换上新鞋和运动服，在店里来回奔跑、旋转、跳跃不停歇。篮球鞋就是牛批，奔跑急停的话，一下子就停住了，跳跃也轻便柔软很多，确实不是自己之前的普通鞋子可以比拟的。老板面露不耐烦，樱木视而不见，在老板面前测试篮球鞋的缓冲能力，一脚踩到了老板的 AJ6， 老板心疼的脱下来擦个不停。樱木一脸懵逼，表示从来没听说过什么 AJ， 不过这些一看就很好穿的样子。空气突然宁静，老板面露惬意，看向樱木，不，你不会这样想的。樱木表示，没错，我就是这样想的，这鞋多少钱？我就要这个了。不过你这个都旧了，打个折。樱木掏遍衣兜，掏出30日元硬币，丢在了老板面前。老板整个人都瘫了，这难道不是抢劫？下午日常训练开始，一番激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后，赤木召集大家训话。本来队上有很多1年级新生，现在只剩下包括樱木和流川枫在内的5个人，这是意料之内的事情。每年的情况都差不多，再过一段时间，地区的选拔就要到了。现在只有靠现场的这些人去比赛。湘北所在的县内有超过200个高中篮球队，其中包括去年的冠军队海南大附属高中。这10年来，海南每年都有出席高校联赛，可谓常胜将军，在国内也是有名的强队。另外，实力只比海南的是去年第2名的襄阳高中，以及拥有天才仙道和怪物鱼柱的陵南高中。能够打败这些队伍的，必须是湘北高中。赤木沉喝一声，大家记好，我们的目标是称霸全国。才子拍了拍樱木，既然你买了新鞋，那就好好努力，以后不用再赤脚了。众人投来坏坏的目光，围上来对着樱木的鞋子一番乱踩，美其名曰新鞋太硬容易伤脚，踩更健康。樱木军团这边本来取笑樱木被女人甩是他们为数不多的乐趣中的一项，但现在樱木有了新的寄托，不再沉迷于泡女人这种俗事之中，导致樱木军团很久都没有听到过樱木被甩的消息了，这让他们十分不适应。当天下午，高公望和野间忠一郎找到了新的乐趣，一个学长模样的家伙求爱被拒，4个人立即跳出去像嘲笑樱木一样喝彩庆祝，这引来了这位学长的不满。此人名为宫城良田，是前任的湘北篮球队队员。面对杨平等人玩笑式的嘲讽，刚被女人甩了的宫城十分不爽，解开衣领就要干架。就在双方要大出手的时候，杨平跳出来，一副和事佬的样子拦下宫城。杨平很厉害，一眼就看出来宫城不是普通角色，打起来未必能占便宜。宫城也看出来杨平是几人中的老大，也没有过多的纠缠，双方互道了姓名，就算是结识了。教室中，樱木向杨平几人炫耀新买来的球鞋，你们几个不要笑，说出来吓死你们，这可是 ABC 球星穿过的同款。杨平几人一脸问号，樱木一惊，是我功课没做足吗？难道是 CNA？ 晴子来探望樱木，樱木向晴子展示新鞋，有了这双鞋简直如虎添翼，流川枫之辈必须把它拿下。宫城良田与樱木一样，也是个问题儿童，不过曾经可是湘北的一员猛将。这么说吧，如果宫城重新加入湘北，湘北称霸全国就很有希望了。不过赤木和才子有着一样的顾虑，团内多了个问题儿童，樱木和丹肯定又会树敌了。宫城这边刚摆脱了杨平4人，又无辜遭到高年级不良少年的挑衅，带头的就是之前被流川枫一个人打得哭爹喊娘的德南和他的一众马仔，谁都打不过的德南跑来扬言找宫城算账。宫城一语戳中他的痛处，你是不是打不过1年级新来的那些家伙，所以才来找我这个刚出院的人的麻烦。除了德南，还有一个人让宫城颇为讨厌，他就是三井寿。事情要从宫城住院前说起，
那时候的工程太过招摇，被高年级的不良集团点名放学后小树林见。三井寿带着一群人放学后围堵工程，工程再厉害也打不过6、7个人。动手的时候，他要掐住三井寿往死里揍，其他人围着工程往死里揍。就这样，工程和三井寿双双住院，两人就此结下梁子。工程没想到自己刚出院就碰上了三井寿来寻仇，工程低调回归，没有和任何人说起，才得决定主动去见工程。高年级的学长们听闻工程归来，一个个面露难色。虽然工程篮球很厉害，但是和他在一起有禁赛的风险。上一次工程和人打架被抬进医院，这件事如果曝光出来，湘北一定会被禁赛的。而且今年还有樱木这个刺儿头，他和工程在一起，相当于两颗原子弹相撞，形势不容乐观呀。才子带着樱木在校园里转悠，寻找工程，刚巧被工程撞到。工程对才子就好比樱木对晴子，那是万花丛中过，单恋一枝花的感情。看到才子身边高大的樱木，工程自然产生了误会，二话不说扑上来就打。旁边的三井寿和才子都看呆了，樱木也不是吃素的，平白无故被揍了一顿，自然不会忍气吞声，跳起来就是一招乌鸦坐飞机，将工程一招放倒。工程更恼火，今天自己和这个红头发必须倒下一个。三井寿一会儿被遗忘在角落里，跳起来想要刷一波存在感，结果直接被樱木和工程撂倒，门牙又被打飞了一颗，气得三井寿暴跳如雷，是要找到樱木和工程算账。就在樱木和工程二人还想进一步以武会友的时候，才子和晴子双双发生，樱木和工程瞬间化成小奶狗，非常听话的向篮球馆方向狂奔。到了训练场地，樱木才发现原来工程也是篮球队队员，一股厌恶之感涌上心头。木木随口说道：“那家伙虽然是问题儿童，但实力很强，是下一任队长候选人。”樱木眉头一皱，对工程更加仇视了。工程算是篮球队中最矮的人，但速度奇快，球感非常好，确实如木木所说，实力非常强。当然，为人也很张扬狂妄，对安田直言道：“想阻拦我，你还早10年呢。”樱木看不惯工程的张扬，为争下一任队长候选人之位，主动上前挑战。工程一眼就看出樱木是初学者水平，心中非常鄙视，这种人怎么会被招进篮球队？哪来的自信和底气呢？樱木不甘示弱，非要和工程较劲到底。二人从1v1斗牛逐渐演变成1v1斗殴，旁人谁也没有办法，最后还得是大猩猩赤木亲自动手，抓住了二人命运的后脖颈，才终结了这场闹剧。樱木在与工程的极限拉扯中，突然情商在线，发现工程对才子的态度非常不一般，恶向胆边生，必须抓住工程这个小辫子，好好羞辱他一番。晚上放学，樱木故意跟在工程后面，逮住机会就羞辱工程：“你这小子该不会是爱上才子了吧？”工程一听，瞬间脸红，一时间竟无力反驳樱木。樱木一看更来劲儿了，指着工程嘲讽道：“你虽然有点讨厌，但也有可爱的地方，你的脸居然都红了。”工程板着一张猴屁股脸，冷哼一声，继续赶路。樱木在后面不依不饶，冷嘲热讽道：“工程，你该不会是为了追才子才加入篮球队的吧？才子他真的很受欢迎啊，搞不好你会被他甩掉哦。”工程突然站住脚，樱木一愣，这小子该不会恼羞成怒又要打架吧？让樱木万万没想到，工程缓缓回过头，早已泪流满面。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一说起心上人，再刚硬的男人也要黯然神伤。工程被樱木戳中痛处，竟然跟眼前这个敌人讲起了自己的伤心往事。原来工程早就已经被才子给甩了，才子的眼里根本没把工程当成恋爱对象。为了忘掉才子，工程开始尝试和其他女生交往，结果和樱木一样，基本上一直被人甩。在其他女生眼里，工程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明明心里有人，还出去沾花惹草。工程臭名昭著，屡次交往，屡次失败。在1年之中，工程居然被连续甩了10次。樱木听到此处，内心一阵颤抖，邪了门了，这说的不正是我吗？一时间，樱木对工程产生非常微妙的感觉，既有同病相怜，又有惺惺相惜。工程在初中时也参加过篮球队，到了高中以后，工程本想放弃篮球，在犹豫要不要继续打篮球的时候，他在篮球馆偶然碰见了才子。第一眼看到才子，工程就被深深的迷上了，毅然决然的加入了篮球队。樱木表示这种感觉我熟，在篮球队中训练的时候，工程总是忍不住偷偷看才子。不过平心而论，篮球队中除了赤木这个可怕的学长坐镇以外，球队水平真是弱得可怜。工程有好几次都想直接放弃打篮球。有一次在和西校的练习赛中，湘北被人家足足落了50多分，完全处于被吊打的状态。但无论湘北输多少分，才子总是在拼命的为湘北加油助威。看到才子这个样子，工程当时就决定一定要好好打篮球，一定要让球队变强，打赢比赛。只要能看到才子对自己笑，工程就心满意足了。回忆完毕，工程长叹一口气，就让和你讲了这些无聊的话，你想笑就笑吧。樱木泪流满面，颤抖着说：“我了解你的心情。”工程一惊，差一点栽倒在地。这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白天刚被甩的时候，被4个路过的不良少年嘲笑。他们说人上有人，天上有天，比起樱木你还嫩得很。
10个人算什么？现在看来，那个人嘴里那个又帅又倒霉的家伙，就是眼前的樱木花道了。樱木涨红了脸，低声骂道：“杨平那个家伙，感情丢脸的不是他，就口无遮拦的四处乱说。”宫城很好奇，他们都说人上有人，天上有天，你到底被甩了多少次？15次？樱木满怀惭愧，再多一点点。宫城略带震惊，难道有30人？樱木哈哈大笑，刚好50人。宫城愣住了，这还真是个前辈。而越看对方越可怜，男人的友情就是这么简单。突然有了同病相怜的痛楚，或者有了什么共同的话题，就可以瞬间冰释前嫌，成为结拜兄弟。第2天篮球队训练，樱木和宫城一同出现在篮球馆，没了头一天撕逼的仇恨，还互相加油打气，成为勾肩搭背的兄弟。球队里的人无不紧着下巴。短短24小时而已，这2人到底经历了什么？男人的友谊不许过多言语。